哎呀，瑞宝伸了一个超舒服的懒腰，大家会不会和瑞宝感受一样，伸懒腰很舒服？慧宝在平衡木上总会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场面，他是如何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不掉下来呢？他也会很调皮的把手和脚搭在妹妹的头上吃竹子。终于选到了一根慧宝最满意的竹子，不过看起来这一根竹竿最翠绿最鲜嫩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野马，今天又带大家来看宝家族了。今天突然又变冷了，我又穿了好多衣服。爱宝乐园可能会因为学生春游人会有点多，我这个时间入场的话，就会正好碰到瑞宝和辉宝的午饭时间。瑞宝吃着吃着竹子，突然看向了妹妹，原来是今天辉宝坐姿特别端正的在吃竹子。今天两个姐妹又是口味不相同的一天。辉宝看起来更喜欢吃竹竿，这一位正在成长期的美食家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挑选方式。看辉宝认真的眼神，就说明他对美食多么的严格。挑选了这么多都没有一根满意的。挑选的过程还会试吃一下，终于选到了一根辉宝最满意的竹子。不过看起来这一根竹竿最翠绿最鲜嫩，我们要相信这位小小美食家的实力。不过限时5分钟马上就到了，辉宝用了接近5分钟选中了一根竹子，并把它吃掉。果然好吃的东西要慢慢挑选。辉宝的口味更喜欢吃竹子和竹叶这一部分。大概是1点半左右，瑞宝和辉宝已经都醒了，在吃竹子呢。下一轮进来的时候，辉宝美食家看起来已经吃饱了。地上的竹子都是辉宝美食家淘汰下来的，估计又要送给大象了。在大象小朋友那边，不光是有乐宝挑剩下的竹子，还有辉宝挑剩下的。幸好爱宝乐园里有这么一位不挑食的朋友。辉宝吃饱了午饭，爬回了自己的小床，正在做睡前整理。瑞宝小朋友早已经睡着了。是2点，现在是2点，然后瑞宝和辉宝已经睡着了，咱就去爱宝和乐宝那边。今天2点左右，爱宝和乐宝也在睡觉，宝还是抱着他的大冰床。在他的小院子里，我看到已经有竹笋冒了出来。对面的乐先生也在午睡，乐先生的毛大衣开线了。乐先生的扮演者一定是一位特别有趣的人。旁边的雷西也在睡觉。从熊猫馆离场的时候，突然看见树丛里有一条毛茸茸的尾巴，顺着尾巴找到了这一位小朋友，他就是小熊猫家族的老小雷雅，他也在睡午觉呢。
但是他爬得真的好高，把自己隐蔽得很好。虽然爱宝和乐宝都睡了，但是看到了小熊猫家族的老小雷啊，他在树的好高的地方，他们是爬树高手。继续又看了一轮爱宝和乐宝，乐宝睡得也太可爱了，还要把手搭在脸颊上。刚好碰到艾女士醒了。艾女士今天睡醒的第一件事是关心一下自己的吊床。大家都在问我，艾女士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感觉艾女士变得更调皮了。睡醒第一件事情居然是拆家。睡醒的第二件事才是吃饭。不过一直不挑食的艾女士最近对美食也很严格。艾女士特别有意思，选竹子的时候耳朵是尖尖的，如果竹子满意，耳朵会变成圆圆的。挑选竹子中，竹子合格了。艾女士的竹子选定标准是耳朵同意了。连看艾女士选了很多竹子都不太满意。爱宝最近对竹子的口味很严格。爱宝在试吃过后发现这根竹子并不满意。终于还是发现了一根很满意的竹子。虽然爱宝在吃竹子，但是他现在在一心两用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左边的眼神和右边的眼神不一样，左边的耳朵和右边的耳朵也不一样，说明爱宝现在正在一心两用。啊，对了，原来是起床之后还没有造青团。一边造青团，还要一边严选竹子。终于，爱宝可以专心吃饭了。看了一会儿爱宝和乐宝，再回瑞宝和辉宝家看看。瑞宝和辉宝还在睡午觉。
瑞宝还在做梦。我们辉宝的身高已经比小木床长了很多了，辉宝的小脚也像爸爸一样毛毛茸茸的。瑞宝在起床准备了。哎呀，瑞宝伸了一个超舒服的懒腰，大家会不会和瑞宝感受一样，伸懒腰很舒服？挡上眼睛再睡一会儿。起床之后制造一下青团。瑞宝果然还是小朋友，睡醒了之后要再赖一会儿床。这个时候的辉宝也在慢慢睁开眼睛。辉宝的眼睛好亮，但是辉宝小朋友好像也想赖会儿床。感觉瑞宝要醒了，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，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。果然，下一轮进来的时候，饲养员又给瑞宝和辉宝准备了新鲜的竹子。辉宝下午又更换了口味，和姐姐一样，开始吃竹子和竹叶的部分。看起来辉宝更喜欢吃竹叶。虽然瑞宝和辉宝选择了同一个部位的竹子，但是瑞宝更喜欢吃竹子嫩感的部分。两个姐妹口味还是略有不同。辉宝在自己的小饭桌吃了没一会儿，就站起来准备往我们这边走了。瑞宝还在努力吃竹子。辉宝吃饭中途还要玩一会儿。在姐姐附近巡视一下，又和姐姐换了一个小饭桌，继续吃竹子。瑞宝吃着吃着又不专心去玩去了，瑞宝还是在专心的吃竹子。瑞宝还在吃竹子，辉宝已经在想怎么调皮了，只想让姐姐陪他玩，不想专心吃竹子。瑞宝本来在好好的吃竹子，被妹妹吵着要一起玩，手搭进了水池里。辉宝又在姐姐面前不停地撒娇。让姐姐不要吃竹子了，赶紧和辉宝一起玩吧。
小窗户居然可以挤出2只熊。瑞宝带着妹妹来玩平衡木，辉宝可开心了。宝玩的太开心，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劈叉，展示一下大长腿。每一次辉宝缠着瑞宝和他一起玩的时候，其实瑞宝也会很喜欢和辉宝一起玩。要是不喜欢的话，瑞宝早就跑了，不会每一次笑嘻嘻的都在陪着辉宝。2位小姐妹的感情一直特别好。瑞宝毕竟也是小朋友，他虽然看起来在吃饭，但是脑子里也会有很多调皮的小想法。他又默默地走向正在吃饭的妹妹，他也会很调皮地把手和脚搭在妹妹的头上吃竹子，也会悠闲地躺在树上吃竹子。躺在树上的瑞宝好悠闲，辉宝也会假装离开，又悄悄地准备偷袭。瑞宝不出意外地出现了，又要去打扰一下正在吃饭的姐姐。担心辉宝屁股后面的小树苗。辉宝在平衡木上总会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场面，他是如何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不掉下来呢？好神奇！看姐姐要换一个地方了，辉宝又好着急，因为腿长不够，又找不到地面了。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摸到地面。这一轮是瑞宝和辉宝快要下班的时间了，瑞宝在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，辉宝也终于下来了。瑞宝小朋友就是这样很有礼貌，和大家打招呼，明天见。我是在快下班的时候看到瑞宝会标记，这应该是瑞宝和辉宝下班前的仪式。又是看到瑞宝、辉宝下班了，那下一期见，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，拜拜。